第一次后腿。韩国跆拳道冠军瞧不起中国功夫，扬言自己的腿法可以横扫中国拳坛，硬汉卢东强霸气迎战，铁腿直接把韩国人当场踢瘸，只能被教练背下擂台。这个为中国功夫出了口恶气的小伙，就是来自福建泉州的卢东强。因从小喜欢打架，却又打不过别人，便开始练习中国功夫。15岁进入武术学校，开始练习散打，师从著名散打教练康锦文。天赋异禀的他进入学校后，很快就掌握了散打的精髓。2005年，年仅19岁的他第一次获得了冠军，并且还是全国武术散打争霸赛的冠军，含金量很高。而这一赢就是2届。从这儿开始，卢东强正式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。但当年的搏击比赛还没现在繁荣，搏击选手没多少比赛可打，卢东强便暂时隐退，创建了自己的搏击俱乐部。时隔6年后，卢东强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，复出比赛，而这一复出就 KO 了2位世界冠军，这让广大拳迷感到惊喜。虽然卢东强暂时退役，但一直没有忘记提升自己。这场比赛，卢东强的对手名叫金东星，是来自韩国的跆拳道冠军。赛前就放话要用韩国跆拳道踢断卢东强的胳膊，并且还放话称世界上所有格斗术都比不上韩国跆拳道的腿法，韩国跆拳道腿法才是世界第一。这牛皮啊，真是吹上天了！韩国人一天不吹牛就浑身难受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咱们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点个赞，支持下卢东强吧！一起来看看这场精彩的格斗大战。观众朋友们，第一回合正式开始，左边的是中国选手卢东强，另外一边是来自韩国的金东星。开局卢东强打得非常强势，重拳不断挥上，打入对手面门，两人打得近身搂抱。卢东强拉开距离，拳腿配合，不断追打，就是你小子在赛前如此嚣张。不断的重拳，不断的狂轰，打得韩国人只能近身搂抱。拉开距离，又开展新一轮的进攻。韩国选手冲过来，效果一般。裁判过来拉停两人，比赛继续。对手出thủ的瞬间，卢东强重拳出击，还有护肩的袭顶，正面拼腿，重拳不断击负。裁判再次将两人拉开，比赛已经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阶段，漂亮！一记蹬腿将对手直接蹬倒。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啊，这韩国人他是一个泰拳的打扮，虽然自己赛前嚷嚷着什么跆拳道世界第一啊，但真正上了赛场，他又老老实实换上了自己所修炼的另外一门功夫啊，泰拳。大家知道啊，跆拳道在实战中是真不行。冲过来，近身的缠斗，裁判将两人拉开。低扫再踢，前手后手的重击，不断打到对手面部，同时低扫腿踢的对手腿部啊是踉踉跄跄，感觉下一秒就要倒了，漂亮，接腿直接放倒。现场观众也非常给力，在中国主场啊给予了这么大的一个欢呼声，这让卢东强充满力量。韩国选手冲过来，拳腿配合，不断抡打，他要开展反扑，还在追，近身的缠斗，正蹬将韩国人直接蹬开，不给他进站的机会。韩国选手现在完全上头了，我们能看到他就死命的往前打，根本不管自己的这个身位如何，就是往前打拳。又被放倒，轻松放倒，浑身都是破绽啊！可能也是因为他是23岁的年轻小将啊，这个比赛经验呢都是在韩国那边经验。韩国人打拳一般不会这么有头脑啊，大家都是硬拼硬刚的。来到中国赛场上对上经验老道的卢东强，他显得有点太过于稚嫩了，高扫爆头。韩国人顶膝，但效果非常一般，能看到他的顶膝没什么力度。拉开距离，卢东强侧踹，哎呦，非常帅气！这记侧踹也是顶到了对手的喉部，直接蹬倒。确实，就如解说员所说的啊，这个位置确实很危险。咽喉那个地方，如果说这一脚没蹬好啊，可能当场殒命于此。那么第一回合也是打完了，简单休整下，马上开始第二回合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第二回合正式开战。第一回合打的还是非常激烈的，那第二回合经过休整之后，我相信两位选手也有调整战术。
那开局卢东强打了2脚啊，对手是直接搂爆上来。卢东强现在也非常善用这种搂爆来化解对手的进攻。一开始呢，这个金东兴啊非常喜欢用这种搂爆，哎，这边又是一个高扫爆头，但是力度不够啊，没将对手踢倒。漂亮，侧踹将对手直接踹倒，非常自信的一脚。站起来之后继续侧踹，再加左摆拳打到对手的面部。可以看到这个韩国选手啊，我们感觉他好像已经进入了一种疯癫的模式，他完全不顾自己的身位漏洞啊，就是只挥拳进攻，已经是完全上头了。看来刚才下场之后，他的韩国教练啊也没有对他进行一个有效的心理疏导。再照他这么打下去啊，我估计啊他很有可能就累死在赛场上了。他只管头不固定啊，这就是俗话说的。全是漏洞，侧踹，漂亮，一拳正中面部，直接放倒，非常简单的打法。又是无脑的冲过来，被接住头部。卢东强非常善用这种近身的缠斗术。转身后蹬腿，对手想趁这一瞬间来偷袭，但是被卢东强的腿部啊完全防住了，一脚就给你踹开，根本没有近身的机会。这个没有犯规，在对手三点着地之前，对方是中了这下膝撞这才3点着地。对，侧踹，合情合理的一下膝撞。好，比赛继续。对手过来吸顶，卢东强非常淡定，侧踹再来一脚，韩国人被踢的啊，差点跌倒了。咱们能看到这个韩国黄毛啊，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体力了，完全是靠着意志在进行比拼。我觉得既然卢东强已经得手这么多次的前手进攻啊，不如再加强一下。对，把力量再加强一下。侧踹再打，韩国人连续的低扫踢，再加前手的重拳，侧踹拉开距离，卢东强应该发起一些有效的进攻了。这2波一直在以防守为主，可能是想耗一下对手的体力啊，但是一直这么挨揍也不是回事儿。找回刚才的风格是最好的。好的，高扫来了，刚说完，一定要打得主动一点。这韩国人好像比想象中啊更抗造。侧踹，这是一个非常淡定的侧踹踢，漂亮，一拳命中面部。再打摆拳，两人近身搂抱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第2回合也打完了。这回合过得是非常快啊。那简单休息一下，来看一下下一回合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第3回合正式开战。在第3回合里啊，两人又是近身的缠斗。在前2回合中已经看得够多了，两人非常喜欢在近身拼拳啊。拼吸，互相顶吸，韩国人趁机打了2发重拳，又是搂住来了2发吸顶，但效果一般。能看出来韩国选手他这个体力啊不是特别充沛，出腿的力度也没前2回合那么壮了。卢东强这边也是有点虚弱。漂亮，高扫踢，毕竟是高强度啊，打了2个回合，体力呢都是有所消耗。比赛继续，前手后手的重拳，又是近身搂住追打，想低扫没打中。台下还有一位女观众喊得很大声啊，大喊的加油！高扫爆头，高扫再打，对手袭击，直接放倒，顺势放倒，非常轻松。前手拳，摆拳，这韩国人还真是扛打，没想到打了这么久，他居然还没有倒下。那这样第3回合打完了，全场比赛分为3个回合。那接下来要看一下裁判的判定了。把掌声送给他们。本场比赛结果如下：1号裁判 ，Judge number 1， 29比29 ，29-29。2号裁判，29比
29 ，Judge number 2 29-29，三号裁判29比29，Judge number 3 29-29。本场比赛双方战平，加赛一局。And it fights an extra round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出现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情况，没想到这场比赛居然打到了加赛。在前3回合中啊，其实感觉卢东强的胜算是要大一点的，但可能裁判组啊对这方面有所疑虑，所以说来了一场加赛。那加赛正式开始，在第3回合中啊，两人体力都已经打空了，来到这加赛啊，更是对心态还有体力的双重考验。来看一下这回合，卢东强中扫踢，对手疯狗一般继续进攻。看来在前几回合中，他的疯狗进攻啊，还是为他拿到了不少点数的。躲过高扫，卢东强距离把控的不错，要小心对手拉开距离。对手的低扫，前手拳、后手拳，刚才的后手迎击是非常漂亮，打到对手面部，但很可惜啊，没给他打倒。又是怼过来，顾剑的吸顶。卢东强要再找点角度，前手后手的重拳，高扫踢，漂亮，后手迎击，再加侧踹，一定要保持好距离，不要和这个韩国人再打近身了。这韩国人啊，全靠近身打2拳，我们只要把控好距离，那这韩国人根本没有得分的机会。高扫再踢，侧踹，对，就要这么打，用我们的腿法啊，来把两人的距离把控到一个安全的度数里。侧踹，漂亮，直接踹倒，连续命中，终于摸到了诀窍。继续侧踹，不要给对手近身的机会。卢东强连续的吸顶，2发吸顶顶到头部，韩国人非常虚弱。比赛继续，中扫踢，拉开距离，一定要小心。低扫再踢，踢到对手的腿部，迎击拳打到对手的面部，后手迎击。这场比赛韩国人已经被打倒好多次了啊！高扫再踢，前手不断在点，要小心一点，对手有可能殊死一搏。中扫再踢，漂亮，踢到对手的腹部，这下啊是一记重击，韩国人倒在地上，看起来非常痛苦的样子，还能站起来吗？裁判进行读秒，还在读秒，还在读秒。比赛结束了，韩国人站不起来。这场比赛以卢东强的 KO 获胜，漂亮！在加赛中是成功将对手拿下。经历了3回合的苦战啊，终于在这最后一刻将对手送回了老家，用这样一个爽快的方式啊打倒对手。这韩国人不得不说啊，是真抗揍啊！被打成这样了，居然还能坚持到现在，也是个奇迹。不过啊，他这个腿，我说实话啊，回去至少得静养2个月。我们能看到他非常痛苦，身上也是红肿，腿部呢已经站不起来了。来看看这波的回放，后手的低扫，漂亮。这个低扫是抓住对手进攻的空档。可以看到韩国选手是在教练员的搀扶下慢慢走动，他现在已经很难自己一个人行走了，趴在自己的教练身上，被背下擂台。让我们恭喜卢东强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。如果这韩国人下次还敢这么嚣张，到时候就不是一条腿的问题了啊！那么恭喜卢东强，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帮忙点赞、转发、关注。